他想要满足我的愿望和想法，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他一针一线他去做这个东西给我，想要让我开心，我却对他很rude。大家好，我是 Suki， 然后我最近前2天刚演完一部话剧，然后之前是在 Van People 当主播，然后也是哔哩哔哩的 UP 主。我小时候第一个梦想是成为 AKB 的那种正统偶像，我想要在台上唱歌跳舞，想要展现出我很可爱、很漂亮，我唱歌能让好多人喜欢我的那一面。那个是我12岁的时候的梦想，我就去参加各种 audition 了。然后呢，发现屡战屡败，直到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然后我 audition 了，也是各大就是经纪公司，就是签约为练习生，我的收入是2000块。怎么样，很不错吧？那个时候作为一个高中生，你可是有收入的高中生，中国的高中生一般很少打工，对吧？就是我是有2000块钱的人，但是由于我的体重，我是47斤，但是我的目标体重是44斤，所以我的收入一般都在1600左右，因为我们每重0.5斤是扣掉50块到100块钱的。那个时候几乎那些钱就是用来淘宝上买衣服了。13岁的时候，我自己偷偷拿钱买了机票，飞到了广州，就是一个儿童，他飞到了广州参加就是选秀。有间大堂就会有那种面试的，你进去可以填一个资料，然后告诉他你其实收到了这个 audition 的通知，你给他看那个 email， 然后他就是给你一个小纸条，然后写下你的名字电话，然后你就一群人进去，然后排队一路，然后一组人你就坐在那等，全都是很高很漂亮很帅的人在那，然后就站在那边，一个人在那唱一句吧，就唱一下，然后你就走了。就我小时候买了往返的机票，就唱了一句我就走了，这个是印象很深刻。第二次呢，我那个时候我眼镜已经摘了，我会学会了戴隐形眼镜，找了那个当地的化妆师姐姐帮我画了一个很成熟根本不适合我的脸的妆。第二次是去上海，也是一个人坐高铁去参加，那个时候是另外一家 SM 公司的。那个时候呢，我又觉得我自己希望来了，因为当我在里面填表格的时候，工作人员小姐姐先把我拉出来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就觉得我成了，她又给我拍照片了，还送了我张专辑，然后也没了，就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作为儿童时期的我印象还挺深刻。练习生的生活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玩，也是挺单一的。那个时候我是我们练习生里面团队里面年纪最小的一个，姐姐们唱歌比我厉害，跳舞比我厉害，长得比我好看。 I'm like damn， 怎么办呢？于是我想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呢？我从来对自己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我的城市跟我念书的地方跟我的公司和一般拍摄的时候的地方，它不是在一个城市里。然后那个时候我是高中生学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就只能考试的时候回去，我就很幸运的就 pass 了每一个考试，但是也只是在 pass 的一个阶段。然后我的爸妈也是觉得这样不太好，也没有未来，然后你要不要去加拿大念书？然后我想要当演员，我想要表演。那个时候就把我小时候就是在公司里面练习的一些视频，还有一些我自己音乐的 demo， 自己写的一些歌，做过的一些翻唱视频嘛，发给了温哥华电影学院。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想要成为一个演员了，就觉得我现在可是电影学院的人，我要从这个地方好好毕业，然后毕业之后我要签这里的公司，然后我要开始当演员。然后那个时候的梦想从那里换成了这儿。然后毕业之后我顺利的签约了一家这里的经纪公司，然后呢也拍了一些广告。但是在这里当演员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他要你有一个 standard American accent。 经纪人他在 submit 我的时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们觉得你是个日本女孩，或者说他们看我的样子觉得我不是，他们很歧视就是觉得我不是那种正常的所谓的中国女生的样子，他就没有办法把我 submit 一个中国女生的形象。然后即使我有的讲英语的口音也是中国女生的口音，所以这也造成了我就是拿角色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疫情期间有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东西发到网上去呢？我说我不想成为网红，他们都很奇怪。你看现在那些就是网红，他们的内容或者说他们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内容去做，我不会剪辑。然后他说
这很简单，那你就放你的音乐上去吧。你说的对呀，你说的对呀。于是我就听了那位朋友，谢谢你Zoe，然后我就开始把我的音乐发上去。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了2首歌，第2首歌爆了，第2首歌是用女团的声音唱 Ariana Grande， 于是我就录了这首歌，下面反应都很好，我就觉得哇哦，我的日子来了，就是一下子就第2天就100多条评论，然后呢好几百个点赞，然后好像是1万多2万多播放，就隔天。没有想到后面的发的内容就是无人问津，然后呢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每个月还是会发几首歌这样子。但是隔年的1月24号就是我的生日的时候，就我有300个粉丝，因为回家也没事干嘛，我要给大家唱几首歌什么的，点开了 B 站直播，点开了 B 站直播以后，真的有粉丝会出现，然后我就说哦，哎嗨，你来了，你好，我今天是我生日，然后我就疯狂的哭，然后我就说谢谢你们来祝我生日快乐，然后我的粉丝突然间涨了500个，就 magical， 你知道，弹幕狂刷。原来是我的粉丝送了一个很贵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它可以定义别人发什么，你只要一进入那个房间，那些人就可以发 Suki 生日快乐，于是很多人就来了，然后我就上了首页。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可以做直播？那个时候我的粉丝平均每天都会涨个500，大概花了20几天，我的粉丝就到了1万。才华和颜值都很重要，但是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是一个幸运的人，其实你可以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团队，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就好了。颜值的话，你想漂亮你就去整，想变瘦你就去减肥，想变胖你就吃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人够幸运，你要是一个被人喜欢的人，得有人跟你并肩作战，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 B 站涨1万粉丝，虽然说不是很多，但是在20几天内，这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你必须幸运。为什么我能拿到后面的工作，主播的工作？是因为我面试的时候，我跟他说我 B 站有1万多粉丝，你们选我好了，我可以做这份工作。就在 B 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发了一个视频，突然间收到了一个私信，他跟我说，从我唱《同手同脚》和 Sunlight 弹钢琴的时候，他就在关注我，然后我心里就震了一下，我说那个不是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的事情吗？而且他说他听我的歌他很开心，这是一件我真的无法想象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心里就想，即使只要有一个人这么做，他都是让我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啊。那个时候我就回了他消息说，怎么可能，这都8年了。他说我终于找到你了。让我很开心的一点，她是一个小妹妹，就她看着我来到了加拿大，她看着我去参加选秀，她看着我做这些所有的事情，我怎么是一个这么幸运的人呢？但是我同时也觉得很失望，就对我自己觉得，人家那么小的时候看着你，你现在在干嘛？我不知道他是通过怎么样子的方式找到我的账号，看到我的。我觉得我就是被埋在一个很深的地方，但是他就跑过来，就拉着我的手，就说我能看得到你。然后后来我加了他微信，他跟我说他以前还帮我写了一个公众号，然后最后一句话是这么写的，他说如果我这篇文章让 Suki 看见，他应该会很开心吧。Of course， 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小妹妹，我到底是有什么，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力会让她成为她所追随的所关注的一个人。可能我的表达能力还没有把我身体所感受的这1/10表达出来，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他。我小时候很不懂事，小时候我跟我奶奶说，我想要一个 Hello Kitty， 奶奶不知道 Hello Kitty 是什么东西，她用布给我做了一个，就是这么小的那个玩偶，然后眼睛就是2个小豆豆眼，然后4个就是小猫咪这样的胡子。那个时候小学2年级3年级嘛，他说你很喜欢 Hello Kitty，
你是不是一直想要奶奶给你做？然后我就把那个东西扔到旁边，我就是这个不是 Hello Kitty， 就是对奶奶很 rude， 你知道吗？他明明是想要满足我的，他想要满足我的愿望和想法，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他一针一线他去做这个东西给我，想要让我开心，我却对他很 rude。然后奶奶，我觉得奶奶当然是对你很好了，她知道你不懂事。而且那段时间我的爸爸妈妈不在家，我爸爸一直在国外工作，只有我和奶奶就是一直带着我，就是每天都生活跟奶奶一起生活，但是我跟她说我不要她，就是我不要她，我很嫌弃她，我很不爱她。后来我奶奶生病，然后她去世了嘛，然后我也出国了，我16岁出国，因为从那段时间之后我就搬离了我的自己的城市，我跟爸爸妈妈生活了。我很少见到奶奶，她会对我失望吗？她会觉得我很 rude 吗？她会伤心吗？我会这样问我的最好的朋友，一次一次问他们，然后他们说，奶奶肯定比你看得多了，她肯定理解你当时是为什么会这么做啊什么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Okay, Suki， 我们 fly in the sky， 他们都在猜你到底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OK， 他现在看到光怪陆离的城市里全部都是牛鬼蛇神，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现在 Suki 为了艺术出征，你有一天会变成特别 hot 的 star， 他们都会怕你知道这些全部成为你的舞台，让你知道你才是主宰。